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国营版图重新洗牌，永丰金迎娶金城银700天并购幕后的一波多折。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张道仪，欢迎道仪。大家好。对，赶在2024年的最后一刻，好，金融业又有大事发生啦。好，永丰金宣布合并金城银哈。对，那我们想先请道仪帮我们讲一下说到底双方合并的条件跟情况是怎么样。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其实这一次主要来讲就是说，因为是永丰金去并金城银，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去把金城银的股票换成永丰金的股票以及现金。那这一次的方式就是 50% 现金 50% 股票，一股的金城银的普通股可以换到新台币 26.75 元，以及 1.15 股的永丰金的普通股，用这个条件下去算。那当然这个可能太复杂了，就12月27号那一天的收盘价，就是公布并购案的那一天，就是599亿来去完成这一次的并购。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最终的数字，它还是要看最后的收盘价以及双方议定的一个计算的时间，但是计算的方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将近600亿元啊，这其实也不是小数字。没错。那并购之后的规模市场的情况，永丰金会大跃进吗？纵效来讲，其实它有质化跟量化的部分。那质化当然需要时间来做发酵，那量化的部分其实有几个数字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等一下讲都是永丰银的部分，就是它银行会变成总资产第12名，上升1名。它的中小企业放款，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金城银行算是在中小企业放款非常擅长的一个银行，所以它也是上升2名到第9名。它的税前净利，金城银是一个获利相当优异的前段班的一个好学生。所以呢，它是上升2名到第8名。那最大的要件大概就是分行数咯，因为其实国内几个在中小型的这种分行，其实拉距是非常的紧密的，就是大概10几20间分行之间。所以这次一口气加进60几间的分行，对于永丰银来说，等于是到国内分行数的第3名，上升了9个名次这样子。哦，这样子看起来分行数的成长是最明显的啦。对，所以意思是说，永丰金并了金城银之后，金城银未来会是消失公司吗？对，就我们目前双方的条件看起来，金城银就会并进去永丰银。哦，所以以后只看得到永丰银，就没有金城银了啦。合并起来之后，通通放到永丰金控的架构下面去。没错没错。了解。好，那我就想回来讲一下金城银这个银行，其实非常非常有特色，应该这样讲。而且它事实上，它在要求售的讯息，在市场上大概已经有流传到10年之久。是，代表说，其实大股东对于经营金融业的想法，跟一般的其他业者不太一样。金城银的大股东背景是什么？金城银大股东大概就是2个，一个是蔡田赞家族，那他们背后就是金城建设，那另外就是戴承志的家族。那戴承志大家知道就是在金融业啦，他是债券的投资天王，那这个也是金城银大家认知这间公司的2大投资价值中的一个，就是它的债券投资部位是大家市场上相当关注的。了解。那从2013年开始到2024年，最后卖给永丰金，金城银行在求售的对象其实传出蛮多的。是，金城银我们就获利数字来说，它其实是一间小而美的公司，这个也不止媒体，是有很多金融的从业人员或者是高管都是以这个视角来看金城银的。所以当然这个10年来其实就是并购的传闻不断。2024年大概是最激烈的一年，但是其实回到10年前2013年，其实当时股票金控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打算，有想要去做一个并购的动作。那当然其实当时就是就换股比例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共识，最具体的大概是2014年3商售，它已经就是当时已经有砸了大概32亿的台币，已经就是拿到 9.62% 的这个股份，然后它已经成为了金城银的最大单一股东，而且当时的传言更具体到是说可能会合组金控。哦，了解。对，那但是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就等于是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就等于是逐步的将它的股权给释出，都已经砸钱入主到这个金城银里面，是，但最后还是铩羽而归。对，到最后其实就是并没有成功。对，哦，后来还传出安泰银了。那2024年的时候，还有中信金、玉山、开发金都曾经传出跟金城银接触过。是在这次记者会中，其实大家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永丰
丰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去谈这件事情的？对对对，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谈了多久？是，那大概就永丰金这边的说法就是说2年，那2年其实并不是2年就一路开始慢慢谈，它大概中间断断续续的。那从断断续续的4个字，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中间跟了很多间谈，很多的波折。是，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啦，700天从破局到合意并购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曲折啦。那先谈一下说，永丰金当时是为什么看上了金城银，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下开始接触的呢？永丰金对于金城银的这个好奇跟兴趣，其实我们可以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永丰其实他们是日治时期台北区合会，它当然是一个台北的储蓄银行开始起家。那金城是南部的起家，因为金城建设我们刚刚提到它的大股东是南部的大建商蔡天赞家族，其实在南部算是一个大地主啦。是，对。那他们两边在地理上分行的分布，其实也是永丰以北部为主，苗栗以北大概占 70%， 金城银来说大概中南部也占 70%，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什么重叠的部分。了解，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就对于彼此的资源互补觉得开始有优势，所以开始谈，再来就进入了这个细节的部分嘛。但因为我看到有写到说他其实是历经过谈得很进入状况之后，但后来历经了破局，后来才重新又回来谈。所以第一次破局的原因是什么啊？金城银如果大家有关注2024年的股价的话，上下半年是2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就2024年的6月来看，是他们的股价的高峰。在那之前他们其实涨了很多，我们大概有个数字来看，2024年一整年来算的话，金城银一整年其实股价涨了 27.5%， 但是如果我单看最近6个月，那就大概是下半年了，股价是跌了 20.6%。了解，意思是说它上半年的股价非常的高啦，应该是这样讲。当时在谈的关键时间点是金城银股价最高的时候，是不是？是，我们会一直讲到股价原因，就是因为跟换股以及它整个到最后的收购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回到其实大概在2024年，我记得应该是上半年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当时传出中信金想要买，是以大概500亿左右的价格去买这一个金城银，戴董事长就有一个回应，就是说这个价格他显然不是那么的满意。好，这个帮大家恢复一下记忆哦。今年中信金应该是扰乱这个整个金融圈一舟春水的一个重要的公司，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中信金原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并购金城银的，是，但是后来出现了星光金这个标的，没错，他觉得星光金好像跟它的互补性更强，后来衍生出跟台新金抢亲这些事情。但至少在2024年上半年那个时候，看起来包括中信金包括永丰金都是要抢金城银的，是，难怪会把股价推升这么高。另一个会把股价推升的也不只是并购题材，包括说其实高股息，因为刚才讲的金城银这家公司的性质获利很高，所以这个也成为市场上追求高股息题材的一个被青睐的一个标的，是，所以也将它上半年的这一个股价又在往上推了，也让整个永丰金跟金城银在谈判的过程中变得很难去就价格达成一个共识，因为价格越来越高。没错，但并购价格是关键啦，所以2024年上半年这一场合并的协商看起来是破局的。是，好，那所以反转点在什么地方？即便第一次谈判破局，但中间双方还是有联系，并不是说分手了就此就再也不相往来。另一个我想其实就是说金城银的股价在下半年开始不断的往下，两边的价差是已经越来越靠近了。股价趋近的时候谈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两边都是上市公司，股东都很重要。蔡天赞家族已经把金城银卖了10年了之后，他这一次为什么会比较愿意放手啊？是，就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其实大家看起来蔡家对于金融业这个部分的经营是没有那么感兴趣。这个在过去金城银的股东会应该就有透露相关的讯息。那再加上戴承志董事长也是想要退休，那看起来这个意志也蛮坚定的，所以这也是他们的卖的意愿很强烈的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我也蛮想请道爷分享，因为其实整个金融环境的竞争跟过去也真的完全都不一样了啦。大家会想象说在2025年整个市场是波动加剧的，是，所以对金融业的挑战应该也变大。小型银行如果不走向规模化或不走向比较大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可能挑战也会蛮多的吧。是，金融业在这几年来一直都有讲到一个问题叫做 overbanking，那大概就是银行家数很多，那以至于大家一直竞争的很激烈，大家都非常的追求它的就是成本要降低，但是同时在境外的或是一些不同的金融服务又进入台湾，所以大家就会开始追求整并。这也是为什么今年
我想并购会这个风再起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就是要面对未来市场的改变啊，看起来规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大概理解了一下说这个永丰金从破局到合一并购的过程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很实际的啦，就是投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关心永丰金并了金城银之后的效益到底应该怎么看。回到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地理上面的一个互补性，在台讯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报道，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其实大南方或者是一个亚湾等等这些题材，大南方崛起，对，这个题材就是其实在各个方面，包括从科技业或者到资产的开发，其实都是非常多的题材的。这个也是永丰金他会想要去参与金城银这一块经营的一个原因，因为金城银在整个获利模式上有两个蛮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放款。虽然说大家如果了解金城银这间公司，会发现它的在存放比的利差其实非常大的，那倒也不一定说他们可能是信用比较不好的公司，而是这些中小企业它其实在大银行比较难得到放款的服务，其他地方假设我比较难借到钱，我自然会愿意用比较高的利率，那金城银就用这个方式来赚取更高的这个利率。那其实说穿了也是相对高风险啦，毕竟高风险高利率嘛，就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啦。所以金城银能够好好的杠杆这些风险，而且能够赚到利差，这的确是不容易啊。是，那另一个就是他在当地这些中小企业的这个管理以及他的人脉。那就像其实我们这次采访中也有聊到说，据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尤其永丰银是一个在数位金融上其实算是能见度很高的一间公司。现在不都要数位化了吗？据点还那么重要吗？当然这是一个其中一方的说法啦，听众朋友听应该是不是有道理？因为就中南部这边来讲，我去接触到这一些所谓的隐形冠军，这些中小企业，他们可能不是数位这么的擅长，我还是要透过一个业务或跟他一个合作很久的这一个合作对象，来进一步提供他更多的，也许是财富管理，也许是更多的家族传承这样的服务。这个也许是永丰金这边所着眼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当然就需要人脉网络了。没错没错，其实我会蛮同意的啦。其实中南部非常多的隐形冠军，那今天数位服务当然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便利来操作，但你可以想象说，今天如果我要管理我上亿元的资金的时候，我可能在数位服务上面操作吗？不太可能嘛。我还是很希望有个财富的管理的专业人员来告诉我说我可以怎么做，这种到府的或者是就近对面对面的这个服务，这件事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永丰金在财富管理这块其实蛮擅长的，他如果可以透过金城银在南部的基础跟人脉，把影响力从北部扩大到南部去，这看起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策略啦。是，当然这背后还是有一些要关注的，例如说既然这个是金城银的独家优势，对，那意味说其实永丰金或永丰银就势必要把这一些专家、这些业务、这些在地的这些人脉把它保留下来。对，不然最重要啊，这是最重要的，不然我就只买了据点没有买到人，这个就会有点可惜。对，除了据点上面北部到南部之外，我觉得南部的土建融市场我觉得也蛮值得谈一谈的，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大南方崛起之后，很多工厂的建设，大家看到现在半导体厂商的扩建，包括资料中心几乎都在南部。对，所以土建融市场其实也很大，所以这块也是永丰金着眼的地方吗？是，因为土建融其实在利率上的提供其实是可以提供到更高，再加上大家不要忘记了金城银它的背后的这个家族的背景就是建商。是，蔡天赞家族是南部土地公啊，土地非常多。所以其实他们想必他们在这块也许确实有他们独特的 know how 来去管理这样的相关的资产以及这样的放款的品质，这个就是我想这是金城银真的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优势在。了解，好。那当然因为这个合并的过程现在只是在2024年底宣布双方通过董事会这个合并案，是，但未来挑战还是蛮多，我们会请道义帮我们追踪，但关键就都是金管会嘛，金管会最重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员工的安置计划，第二件事情就是财务的体质健全的程度，因为毕竟他并不希望合并之后反而变成拖垮的这个稻草嘛，所以先来谈谈看员工的安置计划目前永丰金是怎么规划的。这个确实也是在27号的记者会的时候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资讯的地方。永丰金这边的说法是说，因为他们下一步会面临的就是跟金城银工会这边的一个谈判这样子，所以他们不想要太快的把永丰金的底牌掀出来。可以理解啦，是，那他们目前保证的是3年的保证工作权吗？3年的工作权，对，他们大概最具体就是这个。那其他当然就是说他们提供会有员工的跟主管的留任奖金，但是至于是多少钱就没有提供了。那这个我想必后续，因为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有关注到星光这边，星光金的这个并购是算是已经上个阶段的事情，到现在都还在延续这样的谈判，因此我想这也是
永丰金会更为谨慎的一个原因。因为金城银可能是因为南部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企业的体质，我记得是在金融业的工会他们有一个数据，在2023年金城银的薪水是倒数1、2名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在想说，如果我是金城银的员工，我现在被一个这样子的来并购，我应该会想要好好的来谈一下我的这个劳动条件吧，或重新想要提升一下吧。对，不能说一个公司南北的薪水不同嘛。对对对对，合理。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永丰会相对比较谨慎在这个方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解，我觉得员工安置但牵涉到说整个未来的长远发展了，就是毕竟服务业的关键还是在人啦。是，那就财务的部分呢，怎么看？财务体质，我们刚才在一些问题上多少都有提到一些咯，中小企业的放款，在土建融的放款，那诚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高的利差或高的获益，它其实背后的就是可能会比较高的风险。没错。对，那这个其实一方面它是金城银最大的优势或最大的投资上的亮点，也可能是它的弱点了，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在中小企业放款的或者土建融放款的资产管理好，而且金城银它的获利来源其实相当仰赖中小企业的放款，它存款其实做的不是那么的大，之前也有传闻是他还拒绝过台积电的存款。对啊，金城银几乎没有做什么 to C 消费品的，对，他以前有发过信用卡，但是后来也就是也算是收场了这样子。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其实非常很特别的银行。确实我们在这次采访中，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永丰金都知道这些状况，他们也都清楚，但是他们有提出一个就是担保品的部分，在企业放款其实并不一定要担保品，因为如果我的公司信用好，就不一定要担保品嘛。是，对。那一个关键是说，他们发现金城银的担保品其实是有60%的。了解，当然我们是不乐见有任何的暴雷啦，但是我觉得对于购买方永丰金来说，他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毕竟是真金白银在并购一家银行，所以他一定会做很多的仔细评估。那最后我想来谈一下说，如果2024年其实这么多的并购案在同时进行中，那其实看到很多银行不只是在台湾并购，也开始往外面去走哦。所以2025年看起来金融业会持续把并购列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政策吗？当然这是2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是说你今天去问任何的金融业或者任何的高管，你问他说你会不会想要做并购，他们一定都会说想。这是一个对于银行的或者是金融业的规模成长是件很重要的一个策略，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要思考到就是可能股权稀释的一个状况啊，主导权的问题等等的议题，一定都会想要做，但是能不能真的谈成，真的是可能需要持续的700天或者是一波多折这种耕耘才会看到一个结果这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永丰金并金城银，蔡家是完全没有进到董事会里面去，就代表他们是完全退出金融产业哦。是，可能确实对金融产业的兴趣就是没那么的高。那另一方面可能是信任永丰金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团队，对。那因为从过去永丰确实在这部分都能够完全掌握主导并购的进行，所以我觉得永丰金也蛮不容易，因为永丰金一路发展到现在这样，也是靠非常多的并购，但一路走来，基本上被并购方都不太进入到这个核心的经营团队里面去，所以代表说他的经营的模式就是永丰与何家还是蛮厉害的哈，他们厉害之处了，对，有厉害之处哈，所以这个部分的效益会怎么样？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关注。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21集里面，金融业2024获利即将破兆，投资必看的金融股总体检里面的留言。财团季梦红，民营银行表现比公股好，只代表景气好。当景气反转的时候，民营的呆账就比公股多，这时公股的表现就比民营好，冲得越狠，死得越惨。长期以来的历史循环，至于银行业的家数其实不多，放贷监管越来越严。台湾现在多少企业的规模一发起融资就需要采取连带的模式，所以真的不多。因为我们其实上次的内容有提到公股银行的规模现在是小于民营银行啦，当然从长期来说，公股的背负了政策任务，然后他们有他自己经营的逻辑，但是相对稳健啦。但我觉得这么多年长期看下来，的确民营银行在规模变大的时候，我觉得竞争力已经慢慢越走向国际市场了，所以我觉得也很担心时间变化之后会有此消彼长的情况，所以我们提出一些观察跟提醒啦。是，没错。那到底怎么看呢？之前参加 PC Home 的一个记者会，这样之前就讲到，其实很多国际的大公司，他们一直会不断逐年去做资金的需求，所以其实企业的资金需求在现在这个扩张的市场中，我想其实是金融业可以提供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弹药。对，那需求就在那个地方，你能不能够把你的规模做起来，然后提供更多的弹药，我想这个就是银行业不管公股或民营都要思考的事情了。没错。财团的 Bruce Huang，
另一角度来看，这是金融维稳成本，全民买单，端看财政部是否要汰弱留强和利润分享给全民。对，它指的是针对国营银行，我想应该是这个，对，他不能就说我今天完全以他的获利为主，他可能还要顾及到政策的想法，也许是房贷那个部分。对，就因为其实2024年房贷的这个议题，大家也讨论的蛮多的啦。不过我们就在想说，其实国营也要壮大，才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嘛。是，才提供给人民更多的服务了。对，没错。然后再来是财团凤停留，台湾的金融业被法规绑手绑脚，即便有机会大展拳脚，政府的法规也跟不上金融体系的变化。这个我觉得其实即便政府机构没有这样讲，但是就2024年的一些像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很多政策松绑，我觉得大概就是有针对这位听众的想法啦。那当然这个松绑的做的多或做的少，这个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但我想政府是有了解到这一个呼声。没错，这金管会的新任的主委上任之后，他其实一个要务就是把法规做松绑，是，但时间点可能需要拉长一点，但是他其实是很积极跟业者做沟通，那业者当然也非常积极跟他们反映说哪些地方可能不足。其实我们听到蛮多这样的声音啦，但松绑可能牵涉到各部会，不是只有金管会的问题，包括财政部包括央行都一起来配合，因为金融毕竟还是一个高度监管的一个行业，毕竟这拿的都是你我的钱来去做一些操作，所以我想政府机构会特别谨慎的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没错，所以这也是有必要啦。如何在监理之下适度开放，让大家有所发挥，这件事情的确是蛮难的议题，很难取得平衡，很难取得平衡，所以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好，今天非常感谢道瑜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第728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